在犯罪之城混，你需要谨记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得罪放高利贷的光头。一男一女被囚禁在卫生间，只因为男人欠了他们5万块，不还钱是吧？那就先剁掉你一只手。一旁双手被绑的女人拼尽全力反抗，结果却被强行关进了衣柜中。而这个欠钱不还的小子就比较惨了。随着一声杀猪般的惨叫过后，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光头正拿着沾满鲜血的斧头，面目狰狞的死死盯着男人。他已经昏死了过去，不知道男人醒后亲眼看到自己的断手会是种什么感觉呢？光头将女人留下为男人处理伤口，并且放下狠话，再没有钱还，等会儿被砍的就是他了。但他们绝不会想到，女人竟然是一名警探，而受伤的男人则是他的线人。那他们究竟为什么会沦落至此呢？原来海莉昨晚接到了线人打来的求救电话，当时这小子只是向海莉求助，而且死活不肯透露欠钱的事情。于是去要账的光头男以为海莉也是同伙，干脆就将2人都绑了回来。海莉都快被他给气死了，那你他们把钱还给他们不就行了吗？可是他也得有钱还才行啊。而另一边，情报组的队员们得知海莉无故失踪，顺着手机定位找到了案发现场，不仅发现了车钥匙，地上还有残留的血迹。警长汉克查看了路口的监控视频，果然看到有2个人突然偷袭绑走了海莉。经过一番调查才搞清楚，地上的血正是那名线人的，而这个女人则是他的女朋友。但你可千万别小瞧了他，因为那小子只不过是他众多男友里的其中一个，女人就是个名副其实渣的不能再渣的渣女。她的世界里只有钱，才不会关心男人是死是活呢。可是她惹错了人，因为在警长汉克的面前还没有人敢不老实。汉克可不会怜香惜玉哦，管你他们是男是女，不老实交代的话，就给你定个妨碍司法公正罪。如果海莉出了什么意外，那她就是终身监禁，而且汉克保证她会离奇死在大牢里。女人被眼前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警长吓坏了，原来他和放贷的光头男是一伙的，他负责榨干男友们的腰包，光头男则借此机会大赚一笔。女人供出了同伙的藏身地点，但与此同时，海莉这边也出事了。光头男再次向男人施压让他还钱，这次干脆将海莉按在了地上。就在光头准备动手时，男人突然站起身和嫌犯缠斗在了一起。虽然勇气可嘉，但别忘了人家的手里可是有枪的呀！男人当场就丢掉了小命，临死前也向海莉道出了实话，钱都被他最爱的渣女给挥霍一空了。而这哥俩显然没想到会闹出人命，但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他们也没打算让海莉活着离开。可这时海莉却说自己家有钱，可以亲自带他们去拿。随后汉克带人赶到现场后，只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海莉已经不在了，可汉克却在地上的血迹中看见写了房子。汉克秒懂，他马上通知总部，立刻派人前往海莉家。而另一边的海莉被塞进了车后备箱，虽然双手被绑，嘴也被封住，但这怎么能难得住一个资深的警探呢？对他来说，任何东西都能作为脱身的工具。海莉挣脱束缚后，打开了后座上的锁扣，接着抽出裤子上的绑带，他缓缓将后座放倒，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，果断用绳子死死勒住光头。车里瞬间乱成了一团，打斗中车辆失去控制，朝着石墩撞去。前排的2个人就比较惨了，多亏海莉反应够快才侥幸活了下来。他拼尽全力爬下了车，可危险还没有解除，光头竟然也没有挂掉，而且他已经恢复了体力。海莉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光头打算就这样活活掐死海莉，但他的想法要落空了。光头竟然死在了一块石头上，果然好的警察就应该学会利用身边一切能用的东西。随后汉克也带人赶到了现场，海莉最终靠自己活了下来。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